我是何人，这对你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将让你当众难堪，丢尽脸面。楚风说话之间便身形移动，化作一道流光掠向了剑旭。与此同时，他探出手掌，径直地向那剑旭咽喉抓了过去。真是大言不惭。见状，剑旭也是剑眉倒数，目露凶光。他掌心一翻，一把光芒璀璨的半成地冰便握于手中，向楚风的手掌挥砍而来。这是要斩断楚风的手。那半成地冰虽是仿品，可依旧地威肆虐，气势不凡，并且剑旭这一击也不是寻常的斩击，乃是一种竞技武技，凉冰配武技。这一出手自然是非同凡响，在场的所有人都被这一击给震得连连后退。他们可能无法看清剑旭的动作，但在场的所有人却都能够感受到这一击的险，这一击的凶，这一击的威势。给我破！然而就是剑旭如此强悍的一击，楚风却是冷喝一声，掌心握拳，猛然轰出。刹那间的一声巨响传来，滚滚涟漪涌动。楚风这一拳宛如能轰碎一切一般，不仅轰开了剑旭的斩击，更是落在了剑旭的胸口之上。一拳击中，剑旭莫说五脏六腑被震成了粉碎，就连胸口都是被直接打穿了一个大洞，身体被余波震出数米之外，狠狠地撞在了那岩壁之上。强大的力道，就连岩壁也是被轰出了一道大坑，裂痕蔓延之间，碎石不断的滚落。可就是这样，那剑旭竟然稳稳地站在了地上，脸上不仅没有痛苦的神色，反而在其嘴角掀起了一抹笑容，看向楚风说道：“有两下子，不过只是这种程度的伤，可奈何不了我。”话罢之际，剑旭意念一动，磅礴的结界之力便自其体内散发而出。那结界之力涌现之际，不仅肉身开始恢复，就连那被轰碎的界灵黄袍也开始被恢复。好厉害，不愧是爱才仙人的徒弟，此等结界之术也未免太强了一些。见到这一幕，众人也是惊叹不已。在场之人很多都擅长结界之术，他们知道就算是治愈之术、疗伤之法，以及这种迅速恢复肉身的手段，也是有很多种的。但毋庸置疑的是，这剑旭此刻所用的手段是非常高超的一种，是寻常人的黄袍界灵师都所不具备的手段。因为楚风这一拳的破坏力真的是非同小可，一般人掌握的结界之术，怕是短时间内都无法恢复，但是剑旭却在一瞬间就恢复了。你确定我奈何不了你吗？然而在众人惊叹于剑旭那强大的恢复能力之时，楚风却是轻笑一声。而楚风话音落下之际，剑旭忽然脸色一变，随后嘴巴一张，一大口鲜血便喷洒而出，洒出3尺之外。在此之后，眼睛、鼻子、耳朵也是开始不断的涌出鲜血，就连双腿也是开始剧烈颤抖，很快便失去了支撑身体的力气，如同沙包一般，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紧随其后便趴倒了下去。混蛋，你究竟对我做了什么？此刻，剑旭奋力的抬起头，盯着楚风，他不敢相信，更不明白为何自己此刻会如此虚弱。如果你觉得我刚刚那一拳只是伤了你的肉身，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我只能告诉你，若是我想，那么先前那一拳便足以要你的小命。听得此话，众人皆是感觉内心一颤。楚风这句话意思已然足够明显，有取你命的实力，自然就有废你的能力。此刻他只是让剑旭无法动弹，看来已是足够手下留情。可是只要想想，身为3品半帝的剑旭，身为蛇纹级黄袍界灵师的剑旭，身为爱才仙人唯一弟子的剑旭，竟然连眼前这位的一击都挡不住，这也实在太不可思议了一些。毕竟剑旭的战力可是逆战3品啊，对方怎么可能逆战4品？他定是逆战4品的战力。忽然有人恍然大悟，惊呼出声：“逆战4品！”而听得此话，众人更是脸色大变，面露惊容，看向楚风的目光充满了震惊与惶恐，充满了不可思议。寻常人连逆战1品都做不到，能够做到逆战1品的都是天才，能做到逆战2品的那便是超级天才，而能做到逆战3品的便是传说中的妖孽。逆战4品，这也实在太可怕了一些。真的有人能够达到这种地步，能够做到这种程度的家伙，那还是人吗？然而对于众人的目光，楚风却不予理会。此刻的他径直地走到了那穆绝尘的近前，解开吊挂穆绝尘的结界，将其放了下来。兄弟，多谢了。穆绝尘落地之后，终于开口说了第一句话：“一家人，不必客气。”楚风轻声说道。听得此话，穆绝尘顿时一愣：“一家人，这是什么意思？”这说明楚风就算不是界师联盟的人，也至少是9世的人。可是自认为自己是9世弟子之中最强存在的穆绝尘，真的没有想到会有楚风这样一位强悍的同门。此刻他的心情复杂至极，既有喜悦之情，却也有着说不出的酸楚。想他穆绝尘身为界师盛会会长，界灵仙人唯一一位真传弟子，闭关多年，苦修多年，如今第一次出山，本想惊艳天下，为自己扬名，为师尊争光，却不曾想被人吊打，当中出丑。若非楚风所救，他今天的脸可真是丢到家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这句话此刻他算是心有体会，只是这是多么痛的领悟啊！胜败乃兵家常事，可以在意，但不要一直放在心上。记住，男子汉大丈夫，不拘小节。楚风猜到了穆绝尘的心思，不由得安慰道。穆绝尘点了点头，虽然他此刻很憋屈，可是毕竟是界灵仙人选中的人，心理素质也是比较强的，所以楚风说的他都懂。你叫什么？穆绝尘问道。我叫什么？你日后会知道的，在场的所有人都会知道。楚风微微一笑，说话之间还看向了众人一眼，因为他知道在场想知道他是谁的，可绝对不止穆绝尘、剑旭、孟小妍等人。他相信几乎在场的每个人都想知道他究竟是谁。楚风此话另有深意，在场之人也都明白，楚风的实力毋庸置疑是要与4族小辈交手的，而那个时候不用问，也不必打听，所有人都会知道他的大名。
换句话说，不管结果如何，此人必定扬名。楚风教训了爱才仙人以及白眉仙人的真传弟子，然后又救下了戒灵仙人的真传弟子后，此处便没有了争斗，因为没有人敢去挑战楚风，而楚风则是盘膝而坐，闭目养神。在此期间，有无数人暗中传音于楚风，想要与楚风拉拉关系，套套近乎交个朋友，但楚风却是不予理会。但那些人却并未放弃，而是想着各种方法，甚至用宝贝利诱等手段，也要想与楚风成为朋友。直到那大门上的防御结界消失，人们才安静下来，因为他们知道这场比拼到了结束的时候了。此刻，休息已久的楚风也是再度睁开双眼，此刻他的眼中不仅有着炯炯有神的目光，还有着无比的期待神色。他起身取下钥匙，打开大门，不急不慢，却潇洒而自然。可是当结界大门打开那一刻，楚风却无法立即走出去，因为眼下浮现在楚风眼前一行行字，这几行字给予了楚风足够的信息，关于此次4族小辈比拼的信息，以及到场大人物们的信息。首先是将成为楚风对手的4族的小辈名单，来自东方地族的共有6人，其中楚风最感兴趣的乃是东方泽轩。东方泽轩这位曾挑衅界师联盟结界之术，却被楚风以假名击败的东方地族3皇子，当时可是以傲视天下的姿态出现在楚风的面前。老实说，那个时候的楚风虽然用结界之术胜了东方泽轩，但若是比拼武力，他可绝对不是东方泽轩的对手。但是如今早就今非昔比，若是再碰面，那到底孰强孰弱，可就不一定了。至于北唐地族，楚风根本就不在意，因为与他有着过节最深的北唐子墨已经被楚风解决掉了。虽然北唐子墨也在北唐地族出场的名单中，但显然他已经无法出场了。而令楚风颇为意外的是，南宫地族之中也派出了5个人，这5个人之中，除了南宫族长亲生的4个子女之外，竟然还有楚风的朋友南宫崖。按理来说，南宫崖因为楚风的关系，应该被南宫地族关了禁闭才是。而能在这种盛会中看到南宫崖的名字，楚风真的很是高兴。毕竟这说明南宫崖在南宫地族之中其实还是有些分量的，否则不能派他出场。而值得一提的是，西门地族比起其他3族出场的只有1人，而这个人便是西门地族的5皇子西门飞雪。西门飞雪，楚风已经见过，的确很强，此子各方面都能够与练兵仙人的弟子百里星河媲美，是1等1的高手。楚风觉得不出意外，西门飞雪将是他最强的劲敌。除了这些4族的小辈之外，这份信息中还有着到场的大人物，大人物太多，除了4族的族长之外，便属4位仙人最为惹人瞩目：罗盘仙人、爱才仙人、戒灵仙人、白眉仙人。这便是此次4族小辈比拼所邀请来的4位仙人。果然如老祖所说，这次比拼4族请来了不少大人物。按理来说，有这么多超级强者在场，本欲砸场的楚风本该心虚害怕才是。可是楚风不但没有，反而眼中的期待更浓，嘴角的笑意更重。他觉得到场的大人物越多，越能让南宫地族难堪。终于，那道阻挡楚风的信息消失，而楚风则是大步一迈，径直地踏入其中，走向了那将与4族小辈争锋的舞台。而事实上，在那舞台之外，早就有无数道目光锁定在楚风将要出现的地方。这些目光的主人，有来自九氏的，有来自其他豪门的，也有来自超级强者的。但其中最为自信的2道目光，乃是来自2位老者的。这2位老者，一位眉开眼笑，一个正气凛然，乃分别是爱才仙人以及界师联盟掌控者戒灵仙人。2人似是有着一些过节，彼此不言不语。不过在他们身旁还坐着1人，这个人乃是白眉仙人。2位，不知你们的爱徒究竟谁能从这里面走出啊？眼见着那结界大门已开，白眉仙人不由开口说道：“白眉兄，怎么这么没信心？难道只有我们的弟子会从中走出，你的弟子就不会吗？”爱才仙人笑眯眯地说道：“我那弟子是何水平，我自己心里清楚，怎么能与2位的弟子相比？”白眉仙人自嘲地摇了摇头：“想不到你还算有自知之明。”爱才仙人笑着说道。听得此话，白眉仙人的脸色顿时阴沉了不少。尽管他知道自己的弟子不行，但也是容不得别人来说的。可是爱才仙人却根本不顾及白眉仙人的感受，而是故意扫了一眼身旁的戒灵仙人，这才说道：“虽然我的弟子也不是什么逆天之辈，但夺得此次比拼的第1名还是不成问题的。”对于此话，戒灵仙人没有回答，而是一直凝视着那结界出口处，眼中充满了忐忑的期待之色。他是多么的希望他的弟子穆绝尘能够从中走出，这样一来就能无形之中打爱才仙人的脸，让他闭嘴。而就在这时，那结界大门终于开始颤动起来，紧随其后一道身影也是浮现而出。这一刻，无论男女老少，辈分大小，几乎所有人都是不由得一愣，紧随其后面露吃惊之容，因为楚风已经站在了那高台之上。这是谁啊？这是在场所有人的第一想法。不过这也不能怪他们，毕竟眼下出现的不是9氏的弟子，更不是3位仙人的弟子，乃是一个衣着普通、面相普通的年轻人。楚风若是露出真身，定能震惊全场，可是他此刻是伪装之容，自然没人认得他，这也就自然让人们吃惊。但要说惊讶，此刻最为惊讶的莫过于爱才仙人以及戒灵仙人，尤其是爱才仙人，先前还面带笑容的他，此刻顿时笑不出来了，那副模样简直就跟吃了屎一样。爱才兄，看来你猜错了，不仅是我的弟子不行，看来你的弟子也是不行啊。而此刻，相比于其他2位，白眉仙人则是高兴得很。白眉，你什么意思？是在挖苦我吗？听得此话，爱才仙人顿时目光转冷，狠狠地看向了白眉仙人。爱才兄，你生气也别和我撒火呀！打败你弟子的是那位年轻人，你若是不爽，可以找他，你跟我发火有什么用？不过身为长辈的你，若是对他出手，
哈也是不好吧，毕竟人家是一个小辈啊。哈哈哈！白眉仙人也不在意爱才仙人那阴冷的目光，反而是冷嘲热讽的哈哈大笑起来。白眉，我劝你一句，虽同为实仙，可你只是一个垫底的罢了，千万别以为有南宫地族给你撑腰，你就能够肆意妄为。爱才仙人冷声道：就算没有南宫地族撑腰，我也绝不怕任何人，我白眉绝对担当得起仙人的称号。白眉仙人冷哼一声，随后便看向楚风，说道：我真是欣赏这个年轻人啊！哈哈哈！话罢，他便又再度大笑起来。此刻的他真的是心情大好，对自己本就不抱期望的他，其实是最不希望另外2位的弟子能够出风头的，毕竟那样一来只会显得他很是不堪。但是他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之前就连他自己也都觉得想让另外2位的弟子也失败是一种不现实的奢望，毕竟另外2位的弟子那么强悍，莫说9世的小辈，整个5之圣土又能有几个小辈可以与他们2个的弟子抗衡？就算有，也不会来参加这种比拼。但他真是没有想到，他的奢望还真的成为了现实，这真是让他高兴得不得了。此刻的他可不只是嘴上说着欣赏楚风而已，而是真的很欣赏楚风，因为楚风让他与其他2位之间找到了平衡。但假如让他知道那个他此刻很欣赏的年轻人乃是楚风的话，估计他无论如何也高兴不起来，反而比任何人都要郁闷，竟然是他。而在大部分人吃惊之际，那西门地族的西门飞雪则是目光一闪，同样露出了吃惊之容。五弟，你认识他？听得此话，西门飞雪周围的4人一同追问起来。这是2男2女，皆是西门飞雪的亲生哥哥与姐姐，乃分别是西门地族的大皇子、2皇子、3公主以及4公主。虽是亲生的兄弟姐妹，可是他们的年龄与西门飞雪可是有着一定的差距。其中最年长的乃是大皇子，已活了1000多年，其中年纪较小的4公主也有700多岁。因为这是4族小辈比拼，所以他们4个都失去了比赛的资格，这也是为何西门地族之中只有西门飞雪一人参赛的主要原因。见过他，便是昨日的那个家伙。西门飞雪说道。竟然是他！听得此话，西门飞雪的4位哥哥姐姐再度看向楚风之时，目光中也是涌现出了些许怒意，因为他们都听说了楚风的事情，胆有人当众与西门地族作对，这是他们所无法容忍的事情。不用你们出手，这个家伙我必须要亲自解决。西门飞雪轻声说道，话语之间涌现出的是浓浓的自信，就仿佛楚风已是他手中的蚂蚁，他随时随地都能捏死楚风一般。而在众人吃惊无比，对自己猜测纷纷、议论不断之际，楚风也在观察众人。还真别说，此刻到场的人还真不少，除了比较熟悉的9世之人外，还有南宫地族的人。可以说此刻这浩瀚的场地之外早已是人满为患，想必该来的应该都来了。而楚风最在意的不是来了多少人，而是在场之人都是什么实力，尤其是4大地族的人，他们究竟派出了怎样的战力。不过可惜，在场真正的强者都是5帝级的人物，他们大多数都隐藏了自己的气息，他们隐藏气息的话，楚风还真是看不透。虽然看不透对方的实力，可是楚风能够确定的是，除了南宫地族族长南宫北斗到场外，其他3族的族长应该也到场了。尽管隐藏了气息，可那种与生俱来的气势，唯我独尊的气质却是无法遮掩的。然而就在这时，忽然4道凌厉的目光凝聚在楚风身上，那是来自4位族长的目光，他们这是要给楚风下马威。4位族长可都不是寻常的武帝，怕是修为都不会在南宫北斗之下，那也就是说他们4位至少都是3品5帝级的强者。5帝这个境界，1品修为便是天地之差，3品5帝已是非常强横的境界，这可是在整个5之圣土都强到非常离谱，能够排得上名号的存在。在4位3品5帝的注视下，楚风还真是有些喘不过气来，一时之间有些慌了神。虽然那不是肉体上的压制，但却在心灵上对楚风造成了足够的压迫。不要多想，做你该做的，无论成败，我都会保你离开。然而就在这时，一道传音忽然进入楚风的耳中，听的这个传音，楚风的心顿时踏实了不少，因为这个声音乃是百里悬空传来的。楚风不知道此刻百里悬空身在何处，但是他知道百里悬空就在人群之中。这个小鬼眼见着在这么多道凌厉目光的注视下，楚风竟能如此快地稳住阵脚，南宫北斗等4位族长都是面容一动，颇感吃惊。隐约间他们已经意识到这个来路不明的小鬼似乎很不简单。而在稳住心神之后，楚风则是将目光投向了观众席上那爱才仙人等人所在的方向。虽然除了白眉仙人外，爱才仙人与界灵仙人楚风都是第一次见，可是楚风却一眼就分辨出了2人。看到爱才仙人此刻那一副吃屎一样的表情，楚风知道这爱才仙人此刻一定恨透了自己。不过楚风想的是，如果让他知道他得意真传的弟子已经被自己痛扁了一顿，那他应该不只是恨透了自己，而是想杀掉自己才对。看来还有一位大人物没有来，楚风心中感叹一声，因为在3位仙人所在的地方有着4个位置，其中为首的位置乃是空缺的。先不说这4个座位的排序，单说此刻各方大人物都已到齐，但唯独那位没来，便足以看得出来那位的架子很大，胆子也很大，否则绝对不敢这样做。所以楚风觉得那个还未出场的罗盘仙人定然会是个厉害的角色。不好意思各位，老夫来晚了。然而就在这时，忽然一道爽朗的笑声响起，这个声音响起之际，一道身影也是以飞快的速度坐在了那罗盘仙人的位置上。这一刻所有人都知道是姗姗来迟的罗盘仙人终于到场了。尽管罗盘仙人来迟了，可却没有一个人敢说什么，因为在场之人都知道罗盘仙人在今日出场的4位仙人之中是最有分量的一个。这样的人物拜月云城能够请到已是很不容易，又有谁敢说他半句不是？众人都觉得
能够有幸见到罗盘仙人真容，就已是他们的福气。所以此时此刻，在场的众人，无论是年长年幼，实力如何，很多人都露出了瞻仰之容。竟然是他！然而就在众人欣喜之际，楚风却是心中一动，因为那罗盘仙人与其他3位道骨仙锋的气质很是不同，他竟是一个和尚的模样，不仅是个和尚，还穿着一个破旧的布衣。这个打扮，这个模样，不正是当日在南宫地族之外，在楚风手中强行夺走卷轴的那个无耻的和尚吗？若不是这个和尚夺走了雪发仙人交给楚风看惯的卷轴，楚风也不会被雪发仙人那般戏耍呀。楚风真是没有想到，这个跟骗子一样的和尚竟然会是10仙之一的罗盘仙人，并且看众人此刻的反应，这个罗盘仙人地位似乎还真是不太一般。糟了，这个老家伙不会揭穿我吧？楚风有些心虚了。虽然对这个罗盘印象不是很好，但是楚风却不得不承认，他的戒灵之术很强，否则当日也不可能一眼就看穿楚风乾坤袋内的卷轴，并且识破楚风的伪装术。当初他都能识破自己，那么按理来说，今日他也是能够看穿楚风才是。开始吧。然而那罗盘仙人落座之后，虽然也扫视了一眼楚风，可他却并未理会楚风，而是笑着向在场的高手们点了点头，示意这场比拼可以开始了。按理来说，他这样的人物不可能没有识破楚风才是，但是他没有开口，想必是不打算揭穿楚风。不管对方卖的是什么关子，打着怎样的算盘，但只要不揭穿自己，楚风觉得这边都是好的。那台上的是何人？就在这时，一道声音忽然响起，顺身观望，那位同样是一位修为深不可测，但至少是5地级的强者。但这位并非9世的人，也并非4族的人，他乃是拜月云城的城主。这位城主虽然也是白发苍苍的老者，但却身材壮硕，并且穿着一身银白色的铠甲，那铠甲闪闪发光，胸口一个月亮的标志更是显得霸气非凡。而抛开这盔甲不谈，老者本身也是气势极强，一看就知道他是一个性格霸道之人。晚辈名为风行，无门无派，来到此处只是想与4族小辈切磋一番。楚风抱拳说道：无门无派，这等修为怎么可能无门无派？看来这小子是来者不善啊。听得楚风之话，4族之人都露出了一些不爽的神色。无妨，你既能取胜，就有资格与4族小辈一战。不过这切磋的规矩，你可要听仔细了。4族小辈轮番对战，但在此之前，你可以率先挑战4族小辈中的任意一人。你若获胜，可以休息一局，由4族小辈切磋。当他们切磋一局之后，你便要继续挑战4族小辈的任意一位，以此类推，直到你输了为止。而只要你输一次，也就丧失了继续挑战的资格。听明白了吗？拜月云城的城主说道。明白。楚风心中冷笑，心想这个规矩还真是不公平。4族小辈切磋一局，他就必须要挑战一个人。就算他能够场场取胜，可是等到最后，那他也将成为此处交战场数最多的人，将耗费极大的体力，这实在是太不公平了。但是楚风却也无所谓了，楚风要的就是挑战4族的权威。如果能够自由的挑战任何人，那对楚风来说则更有利。明白了，那就开始吧。拜月云城城主说道。由我先开始。楚风有些诧异的问道。你先挑战，他们再切磋。拜月云城城主说道。听得此话，莫说楚风，在场除了4族以外的很多人也都不淡定了，因为这个规矩实在是太针对人了。这不是明摆着让这位挑战者早点出局吗？此刻9世的人纷纷觉得拜月云城不愧是与4族穿一条裤子的势力，这欺负人欺负的也未免太明显了一些吧。那好，那我就挑战南宫地族的那位姑娘吧。楚风指向了南宫地族的南宫天凤。我听得此话，南宫天凤顿时一愣，正在神游的他万万也没有想到自己会被第一个挑战。没错，就是你。这位姑娘还请别见怪，谁让4族小辈高手这么多，而我还想多挑战几个人，所以这第一个要挑战的当然要先挑软柿子捏了。楚风笑眯眯地说道。什么？你说我是软柿子？听得此话，南宫天凤顿时瞪圆了双眼，小脸之上浮现出了愤怒之色。事实上，莫说是他，此刻南宫地族在场的所有人都是脸色转阴，很是不悦，因为楚风这明摆着就是在嘲讽南宫天凤，这是挑衅，赤裸裸的挑衅。没错，我觉得你是在场之人最弱的一个。楚风人畜无害的笑着，并且就仿佛在说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一般。你这混账，就算我是2品半地，但也绝不是你能看不起的。这一刻，南宫天凤已是勃然大怒，娇躯一纵，便掠上了这辽阔的高台之上。与此同时，他出手了，掌心翻动，一把细剑出现在了手中，对着楚风便刺了过去，金芒闪烁，宛如万蛇奔腾，化作一道大阵，卷向了楚风。这阵法非同小可，暗藏无数玄机，若是被其封锁，那多半是要凶多吉少的。不用多说，也是知道那把细剑乃是一把半成地兵，尽管是仿造品，可也的确是半成地兵，否则不可能有这样的威力。并且这南宫天凤所施展的乃是一种武技，不是寻常的武技，而是南宫地族非常有名的一种不传武技——得尽万蛇窟。这的尽万蛇窟是一种非常难以修炼却非常凶悍的武技，而这南宫天凤显然已经得到了此武技的要领，否则不可能施展到这种地步。不愧是南宫地族的公主，此等实力，怕是那毛头小子要倒大霉了。此刻在场的不少人都是惊叹于南宫天凤的实力，纷纷点头表示认可。而眼见着自己的武技已经将楚风封锁，对方已是无路可逃，南宫天凤的嘴角也是扬起利奥得意的笑容。其实身为2品半地，他对于这场比拼本就没有抱过什么期望，毕竟他也知道他的实力与其他人比很弱。可是若是能够击败这位挑战者的话，那么也就等于他比爱才仙人、界灵仙人以及白眉仙人的3位弟子强，那也能够让他名声大噪。
并且为南宫地族争光。不过他也知道，这对方能够击败3位仙人的弟子，绝对不是普通的角色，所以他很是忐忑，没有什么把握。于是出手便是杀招，想要寻得一线机会。而他真是没有想到，出手会如此之顺，只凭借着一招就能够分出胜负，胜过对手，这叫他如何能不高兴？然而在其得意之际，却没有注意到那已被他那的境万蛇窟封锁的楚风，嘴角也同样挂着一抹笑容，并且楚风的笑容比他要冷。数道金剑宛如金色的暴雨一般，不断的飞落而下，轰击向楚风，每落一下都会掀起一道金色的涟漪，四射八方。一时之间，金色的涟漪越叠越多，已化作道金色的飓风，席卷天地。这个家伙！然而这样的攻击之下，那南宫天凤不但脸上的笑容忽然减退，一双美眸之中更是涌现出了担忧之色。尽管眼下他的地境万蛇窟已经施展出了绝对的威力，可是却未能伤及楚风分毫，甚至楚风站在原地连动都没动，一直笑眯眯地看着他。而楚风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全都依仗一道金色的防御罩，是那防御罩抵挡住了他全部攻击。一个能够抵挡住地境万蛇窟的防御罩，莫用他人说，南宫天凤自己心中就已经知道了对方强大的实力。发觉不对，南宫天凤赶忙暴退，因为他知道下一刻楚风定然是要反击的。可是楚风岂会给他逃脱的机会？就在他将要退缩之际，楚风意念一动，道道金芒便自那防御罩中爆射而出。那结界不仅破开了南宫天凤的地境万蛇窟，更是化作数道金蛇，宛如金色的暴雨一般向南宫天凤爆射而去。这个架势简直与南宫天凤的地境万蛇窟如出一辙，一模一样。楚风这是凭借结界之术的变化之法，复制了南宫地族的不传武技，并且无论速度还是力量上，楚风都要远胜过南宫天凤。转眼之间，攻势已到，一时之间轰鸣连连，楚风的结界之术已是毫无意外地轰击在了南宫天凤的身上。这一幕可谓是让南宫地族的人神经一紧，皆是被吓得不轻，因为此等威力绝对可以取走南宫天凤的小命。不过他们也只是被吓坏了一瞬间而已，因为他们很快便发现，楚风的攻击虽然轰在了南宫天凤的身上，可是南宫天凤却没有受伤，甚至连根汗毛都没掉。这一刻，南宫地族的人不由得意地笑了起来，他们都觉得楚风不是不能杀掉南宫天凤，而是他不敢杀掉南宫天凤。他们觉得楚风是惧怕了南宫地族，所以才不敢对南宫天凤如何。事实上，当那涟漪渐渐消散，南宫天凤完好无损的浮现之际，莫说南宫地族，就连许多旁观者也都是觉得楚风是怕了南宫地族，所以才手下留情。原来南宫地族的这位姑娘的美貌不是天生丽质，而是后天加工啊！就在这时，楚风故作一脸惊讶地说道：“后天加工。”听得此话，众人都将目光投向了南宫天凤的脸颊。这一看不要紧，不少人都是冷笑一声，尤其在场的女子们更是投去了鄙视的眼神。他们在楚风的引导下，已经发现了南宫天凤的变化。虽然她没有受伤，可是面容却发生了变化。说的简单一点，就是比之前丑了。原来南宫地族的4公主是用特殊的方法伪装了自己的面容，从而才那么美。实际上她本来的面貌根本就没有那么美。你这混账！这一刻，南宫天凤气得瑟瑟发抖，连心肝肺都快炸掉了。对于她来说，最在乎的就是容貌，否则也不会用特殊手段让自己变得更美。可这毕竟是一件丢人的事，她不愿让人知道，因为那会被人看不起，会很掉身价，很丢人。可是楚风却偏偏当着4族9世这么多人的面，让他原形毕露，让所有人都知道他是伪装了面容，这简直就是让他当众出糗。对于他来说，这简直比打他一顿还要痛苦。此时此刻，他已经气得乱了理智，顾不得楚风是何修为，娇躯一纵，便掠到了楚风身前，挥动手中的长剑，向楚风的咽喉刺了过去。然而，就是这南宫天凤愤怒的一刺，却被楚风轻而易举地给抓住了。楚风徒手抓住了那锋利的剑刃，此刻那把长剑就如同与楚风合为一体一般，任凭南宫天凤再如何挣扎，也是挣扎不开。南宫天凤，原来你不仅长得丑，还这么蠢，你难道觉得你是我的对手吗？楚风轻蔑地说道，我一定要杀了你！南宫天凤怒喝一声，随后竟放开手中的长剑，一掌轰向了楚风的胸口。这一掌，楚风没有躲，南宫天凤便稳稳地轰在了楚风的身上。可是这一掌落下，尽管连虚空都是被震成了粉碎，可是楚风却稳如泰山，一动不动，就连衣衫也是没有破损。这一掌之后，楚风虽然没有事，可是南宫天凤却愣在了那里，因为掌心传来的痛楚让他恢复了清醒，让他再一次意识到了他与眼前这位有着多么巨大的差距。滚，否则宰了你！就在这时，楚风看向南宫天凤的目光忽然转冷，宛如2道无形的利刃，瞬间刺穿了南宫天凤那弱小的心灵。面对楚风这样的目光，南宫天凤顿时小脸大变，内心剧颤，连续倒退数步之后，竟然双腿一软，吓得瘫坐在了地上，满面的慌张，已经失去了神智。这是真正的被吓傻了。见到这一幕，众人都是心惊不已，他们都发现这个叫做风行的年轻人还真是厉害。武力不谈，单说结界之术，已是堪称出神入化。因为他们都知道，楚风能够一道目光便将南宫天凤吓傻，使用的乃是一种摄心术，这是结界之术的一种。先用结界之术复制南宫天凤的禁忌武技，随后又用结界之术吓傻南宫天凤，这样自如的手段，可是寻常的蛇纹级黄袍界灵师也做不到的。但是这个叫风行的年轻人却做到了，这也就难怪，连3仙的弟子也都败在了他的手中。此局比拼，风行胜，南宫天凤淘汰。拜月云城城主开口说道。而他此话落下之际，南宫天龙赶忙飞掠到高台之上，
将那下瘫在台上的南宫天凤搀扶了起来，有种下一次挑战我。临行之前，南宫天龙对楚风恶狠狠地传音道，而面对南宫天龙的威胁，楚风则是微微一笑道：“放心，下一个瘫在此处的就是你。”听得此话，南宫天龙脸色发青，但却没有多说，而是冷哼一声，便带着南宫天凤离开了此处。而楚风也是离开了这高台，站到了一旁，因为他知道接下来的比赛将是其他人的对决，他可以看热闹了。第二场，4族小辈切磋，由南宫地族的南宫天龙对战西门地族的西门飞雪。拜月云城的城主说道：“什么？”听得此话，南宫地族的人脸色顿时变得更加难看起来。他们真是没有想到，他们南宫地族最强的南宫天龙一出场就将面对西门飞雪。其实换做其他任何一个人，南宫地族都不会这样，唯独这西门飞雪，他们真的是心中没底。因为西门飞雪的实力的确已经到达了一个非常恐怖的地步，说他是4大地族当今小辈的第一人，绝不为过。因为这不仅仅是4族之外的人认为的，就连4族之内的人也都这么认为。此刻，西门飞雪已经站在了高台之上，面容平静，神情冷漠，显然他丝毫没有将这场比试放在心上，而这不是自负，是自信。正是这种自信，给予了南宫地族极大的压力。压力要说大，自然是南宫天龙最大，但这一次他必须战，不管是胜是负，他已无退路。战了，就算败，也是虽败犹荣。毕竟西门飞雪是公认的强，可若不战，那不仅他南宫天龙从今以后将声名扫地，他南宫地族也将受人唾弃。于是，经过一番心理挣扎之后，南宫天龙也是以一个狂龙奔腾的姿势一跃而起，随后又飞落而下，最终稳稳地落在了那高台之上，站在了西门飞雪的对面。落地之际，一把绚丽的蓝色长剑已然出现在了南宫天龙的手中。这把剑绝非寻常的剑，不仅闪耀着璀璨的微光，散发着强大的威势，更是蕴含着无与伦比的气势地威。这是一把真正的半成地兵，7红剑之一，蓝红剑。南宫天龙知道西门飞雪很强，自己多半要输，可就算输，他也要输得漂亮。于是，一开始便使出了蓝红剑，因为他不敢大意。西门飞雪，我知道你擅长用剑，并且拥有半成地兵天仙剑。我这蓝红剑虽不如天仙剑那般出名，但也是一把货真价实的半成地兵，出自炼器名家红大师之手。我用这蓝红剑战你的天仙剑，也算是旗鼓相当。西门飞雪，你亮剑吧，今日无论胜负，起码战得痛快。南宫天龙剑指西门飞雪，感慨激昂地说道：“虽同为五品半帝，可你却不具备我拔剑的资格。”西门飞雪冷冷地说道：“你说什么？”听得此话，南宫天龙顿时脸色一变，先前还很是激动的他，此刻一脸的难堪。我说你不具备我拔剑的资格。西门飞雪再度重复道：“真是大言不惭。”这一刻，南宫天龙勃然大怒，尽管自认为不如西门飞雪，可他却也不觉得西门飞雪不用半成地兵也可胜过自己。而西门飞雪这番话，无疑就是在当众侮辱他。他敬西门飞雪为对手，可西门飞雪却这样羞辱他，让他怎能不怒？暴怒之余，手中的蓝红剑一抖，顿时寒芒四射，杀意奔腾，无形之间宛如千军万马涌向了西门飞雪。可是面对此等凶悍的攻势，西门飞雪却是站在原地动都不动，任由狂风吹来，摆动衣衫，撩动长发，却是面色不改，波澜不惊。直到南宫天龙人剑合一，化作一道流光向他飞射而来，并且已然靠近之后，西门飞雪的眼中才忽然闪过一抹寒意，随后只见其脚步向前一踏，竟不退反进，最终与南宫天龙擦肩而过。二人交错，西门飞雪落地之际完好无损，可是南宫天龙却是扑通一声摔倒在地。不仅如此，手中的蓝红剑也是脱手而出飞了出去。而这一刻，人们也是注意到南宫天龙的腹部出现一道掌印，那掌印破开衣衫，冲开皮肤，印在了筋骨之上，而也正是那掌印将他击伤。二人交手虽只在一瞬间，可却胜负已分，好强。这一刻，众人皆是眼前一亮，面露惊叹之容。虽然素闻西门飞雪强大，可是只在一招之内便将与其同等修为并且手握半成地兵的南宫天龙击败，这也实在太强了一些。逆战4品，此刻楚风也是心中一动，他感觉到了西门飞雪强大的战力，这样的战力怕是已不仅逆战3品那样简单，不，虽然很强，但依旧是逆战3品。但是很快，楚风又否定了之前的猜测，虽然西门飞雪表现的战力很强，可是给人的感觉的确还只是逆战3品，并非逆战4品。能够在同等修为、同等战力之下做到这一点，不仅掌握着高超的战斗技巧，也是具备着超人的天赋。这西门飞雪的确很强，搞不好日后他真的会获得逆战4品的修为。楚风此刻目光凝重，虽然早就意识到西门飞雪将是他的劲敌，但却没有想到西门飞雪竟如此之强，比他预想中的还要强。如此强的西门飞雪，就连楚风也没有绝对的把握能够将其击败。这一局西门飞雪胜，南宫天龙淘汰。风行，该你继续挑战了。4族小辈尚未淘汰者，你均可挑战。爱月云城城主说道。过得可真快啊！此刻楚风也是再度走上了高台，此刻刚好西门飞雪也自高台走下，与楚风擦肩而过。看到楚风，西门飞雪暗中传音道：“先挑弱的来挑战，至于其他人，我会帮你解决。”此话何意？楚风问道。你会知道的。西门飞雪微微一笑，便走向了下去。而此刻，南宫天师以及南宫天虎两兄弟已是一同来到台上，想要搀扶他们的大哥下去。你们2个就别走了。楚风笑着说道。你说什么？南宫天师以及南宫天虎一同问道。不明白楚风的意思。先前你大哥威胁我，
本来我想教训他的，可奈何他这么不中用，被人一击击败。如今他已经被淘汰，可是我心中的火还没有消，没办法，只能找你们两个撒气了。谁让你们是他的弟弟呢？不过你们显然不如你大哥，一个一个打，太没意思，所以干脆你们两个一起上吧。楚风笑眯眯地说道。风行，你是要独自一人挑战他们两个吗？拜月云城城主问道。回城主，是这样的，不知可行否？楚风问道。你若是愿意，自然可以。拜月云城城主轻声笑道。他巴不得楚风早点被淘汰，岂会不同意他以1敌2？那两位，你们可做好败在我手中的准备了。此刻，南宫天龙已被南宫地族之人带下了台，只剩下了南宫天师以及南宫天虎二人站在楚风的对面，狂妄自大。你真以为你能胜过我们兄弟两个吗？我们会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天高地厚。南宫天师与南宫天虎冷声笑道。先是因为楚风击败了他们的妹妹，后是楚风轻看他们，当众挑衅于他们，这让早就对楚风心怀恨意的他们很想尽快的教训楚风一番，让楚风知道他们的厉害，替南宫地族扳回一些颜面。怎么，你们两兄弟很强吗？当日被那个叫楚风的扒光了衣服悬挂于城墙之上的，不就是你们两兄弟吗？楚风笑着说道。什么？楚风？听得此话，众人皆是颇为吃惊。楚风是谁？他们自然知晓，那不是南宫地族前段时间四处通缉的人吗？可是他听说那楚风修为不是很高，并且如今已经死了呀。怎么，那楚风竟然还暴打过南宫地族的2位皇子，甚至将他们悬挂于城门之上？可是这件事他们怎么没听说过？难道是因为这件事南宫地族才通缉楚风的？再者说了，以那楚风的修为，打得过南宫天师以及南宫天虎吗？一时之间，人们猜测纷纷，对于楚风的话表示很是怀疑。你说什么？你少胡言乱语！而这一刻，南宫天师以及南宫天虎可就脸色大变，因为他们兄弟两个可非常清楚，眼前这位没有说谎，说的乃是事实。这位小友，东西可以乱吃，但话可千万不要乱说。南宫地族族长南宫北斗冷声说道。这件事情他已经强行打压下去了，根本就没有传出去。他不知道眼前这个叫风行的年轻人是如何知道的，但是他绝对不能让这件事在众人眼中成为事实，否则对南宫地族的影响很大，对他2个儿子的影响更大。所以他这话中满含威胁之意，话是不可以乱说。所以我风行从不乱说话，只说事实而已。对于刚刚所说之事，我敢发誓我没有胡言乱语，说的乃是事实。而这位族长，你的2个儿子，敢发誓他们没有被楚风暴打之后扒光衣服悬挂于城门之上吗？楚风理直气壮地说道。哪怕面对南宫北斗的威胁，他也是毫不畏惧。听得此话，南宫天虎脸色铁青，此乃事实，他怎会发誓？少废话！而南宫天师也不愿再在这个问题上与楚风纠缠，身形一颤，武力涌动，磅礴的武力化作金色的巨浪，一层盖过一层，一层快过一层，巨浪交错，层层叠加，向楚风席卷而去。此等威势，乃是的劲武技。由此看也会看出，哪怕这南宫天师身为4品半地，有着足够的信心能够收拾楚风，但却也不敢大意，所以一出手就是杀招，地劲卷天风。与此同时，南宫天虎也是出手了，一声怒喝之下，同样武力涌动，化作道金灿灿的狂风，贯穿天地。狂风携巨浪在高台之上翻腾，那威势真可谓相当的凶猛骇人，正面压迫而来。楚风弱小如同蝼蚁，渺小宛如尘埃，怎么看都无法挡下这样的攻势。然而当那攻击将要靠近之际，楚风则是轻笑一声，随后意念一动，衣衫奔腾，气息便突然暴涨。此刻他的修为已是从3品半地提升到了4品半地。楚风是动用了雷霆铠甲的力量，所以才提升了1品修为。可是眼下他的身体上却没有出现雷霆铠甲，之所以这样，是楚风故意隐藏了雷霆铠甲，因为雷霆铠甲与雷霆羽翼乃是楚风的特质，他若施展而出，定然有人知道他就是楚风。为了避免这些，楚风才故意隐藏了雷霆铠甲。虽然雷霆铠甲被隐藏了，可是楚风的实力却是得到了提升。身为4品半地的他，面对2个同为4品半地的手下败将，岂会惧怕？给我破！忽然之间，楚风五指握拳，猛然轰出，只见金色的武力宛如金色的流星，一路势不可挡，不仅在一瞬间将南宫天师与南宫天虎联手的劲武技给轰破开来，更是将南宫天师与南宫天虎直接轰出台下。落地之时，2人纷纷张口吐血，显然受了极重的内伤，但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他们2人的外表却是一点伤痕都没有。虽然外表没有受伤，可是他们的衣衫却被楚风那一拳给轰得稀巴烂，此刻乃是赤裸身体躺在台下吐血。混账！这一刻，南宫地族的人赶忙飞掠而下，将南宫天虎以及南宫天师的裸露的身体遮挡起来，一个个气得咬牙切齿。很多看向楚风的目光中杀气腾腾，若非这里人多眼杂，他们绝对现在就会将楚风碎尸万段。因为楚风此行此举简直是处处针对南宫地族，有意要让南宫地族难堪，这样的挑衅让他们无法隐忍。而眼下相对于较为平静的，倒是南宫地族的族长南宫北斗，不愧是一族之长，要说愤怒，他自然是最为愤怒的。眼前这个叫做风行的年轻人，先是当众让自己的女儿出丑，然后又羞辱自己的2个儿子，显然是冲着他南宫地族来的。他不知道这个年轻人为何要这么做，为何要处处与他南宫地族作对，但是他已经将这个叫做风行的年轻人列入了必杀的名单之中。虽然心中已做决定必杀这个年轻人，但南宫北斗却是面色平静，没有丝毫的表现出来。这个风行究竟是谁人的弟子？若无名师指点，怎会如此之强？是啊，就算隐藏修为，可同为4品半地，也不应该一击
便击败同等修为的人啊！毕竟对方使用的可是的劲武技，而他只是寻常一击呀。此子的修为已经无限的逼近了逆战4品，太恐怖了！我猜此子的名字也许都是假的，搞不好又是一位妖孽级小辈出世了。不愧为帝王将出的时代，现在的小辈还真是超乎想象啊！此刻人们已经反应过来，发现这个叫做风行的年轻人修为竟已是4品半地，他隐藏了修为，不仅如此，战力也是极强，难怪3位仙人的弟子都不是他的对手。这个年轻人隐藏得很深，比他们预想的都要强，定是大有来头。一个个的对楚风刮目相看，南宫地族不堪一击，拜月城主，我能下去了吗？而对于周围的议论，楚风则是表现得很无所谓，而是笑眯眯地看向了拜月云城的城主。拜月云城城主显然也没有料到楚风隐藏了修为，此刻也在愣神之中。听过楚风的话后，才开口宣布：这一局风行胜，南宫天虎与南宫天师淘汰。下一局东方泽轩对战南宫崖。紧随其后，拜月城主再度说道。听到这个宣布，众人倒是没有异常反应，他们都还沉浸在楚风是何来头的沉思之中。然而楚风却是心中一动，眼中不免涌现出一抹担心。南宫崖乃是楚风的朋友，如今乃是3品半地的修为，可是东方泽轩贵为东方地族的3皇子，一代赫赫有名的天才人物，天赋的确不错。当初楚风第一次见到东方泽轩的时候，东方泽轩还只是3品半地，与如今的南宫崖不相上下。但是如今东方泽轩已是4品半地，比南宫崖足足高出了1品修为。南宫崖对上这样的东方泽轩，可就是凶多吉少了。3招之内，你若不败，我算你赢。果不其然，上台之后，东方泽轩表现得一如既往的狂妄。原来他不仅不将界师联盟的小辈放在眼中，哪怕南宫地族的南宫崖，他也未曾放在眼中。切磋而已，无论胜负，增进的都是4族的情谊，又何必如此咄咄逼人？南宫崖轻笑一声，毫无争斗之心，便不为东方泽轩的挑衅所动怒。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远古至今恒古不变的道理。你的所言所行看似不错，其实不过是一种玩不起的表现，视为你的失败，找个借口罢了。东方泽轩冷然一笑，在他来看，南宫崖的话非常的可笑，让他看不起。而面对这样的东方泽轩，南宫崖也不再与其废话，掌心翻动，亮出仿制品的半成地冰，寒芒闪烁之际，脚下也是随之变化，速度便瞬息提升，宛如离弦之箭，爆射而出。他迅胜闪电，却又灵活多变，先是绕到东方泽轩身后，随后又以刁钻方向出击，果断自然，行云流水，展现出了他应有的实力。可是奈何二人差了足足1品修为，又同时逆战3品的战力，这无法弥补的差距让东方泽轩占尽了优势。就在南宫崖攻击将至之际，东方泽轩忽然身形一晃，不仅躲开了东方泽轩的攻势，更是顺势出击，一掌带风，直接轰在了南宫崖的身上。一掌击中，南宫崖顿时人仰马翻，不仅手中的半成地冰脱落，人更是飞出了人群之中。幸亏被人接住，否则这等冲力定会让其伤势更重。可哪怕如此，南宫崖也是连连吐血，染红了衣襟，并且他的气息也是虚弱无比。东方泽轩这一掌可谓相当之狠，简直差点就要了南宫崖的小命。只是切磋本不该出这样的重手，但东方泽轩不但不以为然，反而轻蔑地说道：居然一招都挡不住，真是弱得可怜。这样的实力，下次还是不要来丢人献丑的好。一番嘲讽之后，又是一番大笑。东方泽轩这嘲讽的笑声响彻开来，让南宫地族的人眉头紧皱，脸色发青。南宫崖作为南宫地族最后一位参赛者，就这样败了，不仅败了，还败得如此之惨，被人如此嘲讽，这真是让他们实在是抬不起头来。假如早知道这一次的小辈切磋会是这般结局，怕是打死他们，他们也不会来参加。这哪里是来参加小辈切磋的，这明明就是来丢人献丑的。这一局东方泽轩胜，南宫崖淘汰。下一局4族之外的挑战者风行进行挑战。拜月城主高声说道。拜月城主此话一出，东方泽轩本欲离开，可就在这时，楚风却是纵身而起，随后如流星坠落一般的一声落在了东方泽轩的身前，挡住了东方泽轩的去路。不用走了，楚风对东方泽轩说道。你我无冤无仇，为何要挑战于我？见楚风要挑战自己，东方泽轩则是眉头一皱，显然没有料到楚风会挑战他。拜月城主，我要挑战这东方泽轩，不知可否？楚风也不理会东方泽轩，而是直接对拜月城主问道。自然可以。拜月城主点了点头。见拜月城主应允，东方泽轩赶忙向后一跃，与楚风拉开距离，这才说道：风行，你要挑战我，这没有问题。不过这个台上比拼武力的实在太多，没有什么意思。我见你结界之术很是不错，不如这样，咱们2个换一种比拼方式，只比结界之术，不比修为武力，你看如何？东方泽轩此话一出，人群之中便是议论纷纷。人们虽然也很想看一看结界之术的比拼，但是他们实际上也都知道，东方泽轩其实是害怕了楚风，不敢与楚风比拼武力，所以才要求比拼结界之术的。毕竟先前楚风击败南宫天师以及南宫天虎时，已经展现出来他绝对的实力，那样的实力堪称强大，小辈之中是顶尖的存在。莫说东方泽轩，其实是在场很多人所惧怕的。风行，别看我是以修武为主，但实际上我的结界之术也是相当之强。我未受名师指点，但我却是修炼结界之术的天才，并且我钻研结界之术的攻杀之法，所以就算你的结界之术很强，但不妨告诉你，你与我交手未必会胜。似是怕楚风不应，南宫崖继续说道。且说话之间，意念一动，金灿灿的结界之力自其体内涌出，化作数条金龙。那金龙栩栩如生，围绕着他盘旋嘶吼，震慑八方，威势极强。见到这一幕，
许多人都是眼前一亮，因为那虽是金龙，可在金龙体内却涌动着蛇一样的纹路。蛇纹级黄袍界灵师，这东方地族的三皇子，竟是一位蛇纹级黄袍界灵师，众人吃惊不已。毕竟在小辈之中，能够成为黄袍界灵师的人已是非常之少，而能够成为蛇纹级黄袍界灵师的，那就更是少之又少。按理来说，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小辈，怕是在整个五至圣土都是数得过来的。但是在这其中，显然不应该有四族之人，毕竟四大地族向来都是以修武为主的，可能因为体内流淌着地级血脉的原因，在修炼结界之术方面，他们向来都是没有天分的，所以眼下东方泽轩的表现自然会让人眼前一亮，感觉有些不可思议。如此强大的修为之下，又能够达到蛇纹级黄袍界灵师，双管齐下，乃为全才，厉害！难怪这东方泽轩如此狂妄，此子也是有着狂妄的资本啊！一时之间，莫说旁人，就算四族之人，也是对东方泽轩夸赞连连。听得那来自四面八方的夸赞声、惊叹声，东方地族的人一个个面带笑意，觉得脸上有光，而东方泽轩自己更是得意洋洋，喜笑颜开。东方地族三皇子的结界之术的确很是不错，这一点我并不怀疑，因为我也听说过关于你的事迹，比如当初挑战界师联盟小辈，被人教训一顿之后落荒而逃，还真是让人佩服啊！就在这时，楚风忽然说道。听得此话，东方泽轩脸色顿时大变，因为这对于他来说绝对是人生的污点。怎么，你也想说我是胡言乱语吗？楚风微微一笑，随后看向了界师联盟的盟主，问道：盟主大人，风行所说是否属实？风行小友所言的确属实，当初东方泽轩小友的确兴师动众的到我界师联盟去挑战我界师联盟小辈们的结界之术，东方泽轩小友的结界之术的确很是卓越，不过可惜还是败在了我界师联盟弟子的手中。当日到场之人也有不少，九世之人也有人可以作证。界师盟主说这话的时候，看向了九世的一些势力，因为当初东方泽轩挑战他们的时候，的确有九世的势力前去助阵，只不过当东方泽轩落败之后，那些助阵之人也都是落荒而逃。这一刻，那些当初助阵的势力都是低头不语，哭笑不得，而东方地族则是脸色发青，先前的笑脸已在此刻飞逝而去。竟有此事！按理来说，东方泽轩的结界之术在小辈之中已是极强，可却依然败给了界师联盟。界师联盟果然不愧为五至圣土最强界灵师们的聚集之地啊！见界师盟主作证，东方地族又不反驳，人们都已相信了东方泽轩挑衅界师联盟却又惨败的事实。就算有过此事，那又如何？此一时彼一时，当初的我还是崇文级黄袍界灵师，而现如今已是蛇纹级黄袍界灵师。界师联盟可以将当日击败我的弟子叫出来，让他与我重新比试一次，我就不信他还能胜我第二次。东方泽轩大声喊道。听得此话，界师盟主眉头微皱，当初击败东方泽轩的乃是楚风，可是如今楚风并不在，这要界师联盟谁来迎战东方泽轩？说实话，莫说旁人，面对这样的东方泽轩，就算界灵仙人的弟子穆绝尘，怕也是要输。你要挑战界师联盟，随时都可以，但现在你要接受的乃是我的挑战。楚风开口了，身为界师联盟的弟子，他自然是替要界师联盟解围的。只不过此刻的界师联盟之人，包括那位界灵仙人，都不知道楚风是谁，所以见着楚风替他们解围，他们都是暗自点头，对楚风好感倍增。来啊，我接受你的挑战，但你敢接受我的挑战吗？不比拼武力，而是比拼结界之术。我就问你，到底敢还是不敢？东方泽轩已被楚风激起了怒火，失去了耐心，不过却死咬住结界之术，因为比拼武力，他真是没有把握取胜。你确定要与我比拼结界之术？楚风问道。就怕你不敢。东方泽轩说道。东方泽轩话音未落，楚风这边已是传来怒吼，在其长发舞动之间，磅礴的结界之力已是自楚风体内奔腾而出，结界涌出之际，已是化作万千猛兽。猛兽虽然个个精深，可形象却是各有不同，四巨象、四猛虎、四蟒蛇、四蛟龙，却有三头六臂，却有硕大之眼，却有无尽神威。这不是寻常的猛兽，更像是天上的神兽，地狱的魔兽。此等威力，真是结界。楚风此等结界一出，人群皆是大震。莫说那些非钻研结界之术的门外汉，就连钻研结界之术的界师联盟，包括罗盘、艾才、界灵、白眉四位仙人，都是眼前一亮。因为楚风所施展的结界之术，绝对不是简单的形态变化，而是一种阵法，结界之术中的攻杀阵法，并且威力极强。这家伙怎么可能？这一刻，莫说旁人心中震惊，就连东方泽轩也是吃惊不已。自认为结界之术很是卓越的他，万万没有想到楚风的结界之术会如此之强。他感受到了巨大的威胁。此刻他本想逃脱，可是楚风的结界阵法铺天盖地，布满了整个高台，他已无路可走，除非向后退。可那样一来，他便离开了高台，那也就是为失败。这一刻，他真的后悔了，后悔与楚风比拼结界之术。这样强大的结界之术，根本就不是他能抗衡的。早知如此，他还不如选择比拼武力了。只是奈何，此刻他已别无选择。可恶！无奈之下，东方泽轩只能奋力一搏，双手急速变化，结界快速涌动，眨眼之间，从内至外，从小到大，足足18重防御罩，宛如金刚锁住的堡垒一般，层层坐落，守于四周，将他严严实实地护在了其中。而就在此时，楚风的结界阵法已经轰然而至，宛如能够摧毁一切的金色潮水，铺天盖地的压迫而来，眨眼之间便将东方泽轩的防御阵法所吞没。一时之间，除了巨兽踏空的巨响之外，还能够听到粉碎破裂的声音，直到那巨兽浪潮奔腾而过，离开高台，
以浩瀚壮观之势奔向天际之时，人们才发现东方泽轩的身影。此刻的东方泽轩依然在高台之上，可是此刻的他已然不再站立，而是倒卧在高台之上，身体都被踩瘪了。若非修为深厚，这样模样的他早已是死的不能再死。可就算东方泽轩修为深厚，可是此刻的他也只剩下了一口气而已，伤得极重。风行，切磋而已，用得着下这么重的手吗？此刻东方地族的人怒了，因为东方泽轩真的伤得很重，怕是连修为都将受损。我已留手，否则此刻的他不是受伤，而是已死。再者说了，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输不起就别玩，这可是你们的三皇子说的话。楚风说道。我觉得风行小有所得，在理。界灵仙人开口说道。我也觉得在理。与此同时，白眉仙人也是附和着点了点头，的确在理。事实上，就连身份显赫的罗盘仙人也是开口了，连3位仙人都开口了，那此刻为楚风说话的人就更多了。一时之间，风行2个字呼声极高。事到如今，人们都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个叫风行的年轻人来头不小，来路不凡。面对这样的年轻人，人们第一个想到的自然就是拉近关系，为日后铺路。在众人都为楚风说话的情况下，哪怕东方地族再为不甘，却也只能住口，眼睁睁地看着楚风面带微笑地走下高台，却又毫无办法，只能认栽。这一局风行胜，东方泽轩淘汰。下一局西门地族5皇子西门飞雪对战东方地族大皇子东方长空。拜月城主宣布道。他此话一落，东方长空已如鬼魅一般来到了高台之上，很是痛快。相比于南宫天龙，同为5品半地的东方长空表现得更为洒脱，他没有犹豫，而是直接来到了高台。此般洒脱，显然他已经做好了输的准备。然而此刻的西门飞雪却并未直接登上高台，反而是缓缓起身，对拜月城主说道：城主大人，这样比实在太无聊了，不如让东方北斗2族剩下的所有人一起来吧。什么？他要挑战我们所有人？听得此话，2族小辈皆是震惊。尽管他们都知道西门飞雪很强，可是西门飞雪此话也实在是太狂妄了一些，太不将他们放在眼中。西门飞雪，你的意思是要挑战剩下的所有人吗？拜月城主问道。还望城主大人同意，也好快点结束这无聊的争斗，反正最强者只有1个名额而已。西门飞雪说道。规矩乃是4族定的，如今南宫地族已无人可比，剩下的只是北斗地族与东方地族，若是2族没有异议，我自然也没有异议。拜月城主说道。既然西门小友这般自信，我倒是觉得应该成全他。北斗地族族长说道。他此话一落，北斗地族剩余的所有小辈都是一跃而起，气势汹汹地来到了高台之上。我也没有异议。东方地族的族长也是开口，与北斗地族一样，东方族长此话一出，东方地族剩下的小辈也都来到了高台之上。见剩余的所有人都已来到高台，西门飞雪才纵身而起，来到高台之上。不过他没有站到一边，而是落在了众人的中间，笑着说道：这才有那么一点点意思。来吧，一起出手，用你们最强的手段，如你所愿。众人一同出手，有半成地兵的亮出半成地兵，会地劲武技的施展出的劲武技，尤其北斗地族的几位皇子公主更是联手布置阵法，地字在他们额头闪耀，武力更是冲天而起，或是刀枪，或是猛兽，或是狂风，或是暴雨，他们全都施展出了最强的手段，想要凭借联手之势一鼓作气将西门飞雪击败，还是无聊。然而哪怕众人的攻势已是如此凶猛，西门飞雪却是轻蔑一笑。忽然他右手五指摊开，掌心之上竟出现一朵血色莲花，那不是普通的莲花，而是武力所化的莲花。虽是武力所化，可这莲花却栩栩如生，甚是美丽。突然那莲花4分5裂，化作无数血色之光，向4面8方飞掠而去，速度之快简直令人啧舌。在场之人除非绝顶高手，否则根本看不清这一幕。只在一瞬间，那莲花冲破武力，冲破武技，宛如刀刃一般射入了高台之上，除西门飞雪之外的所有人体内。一时之间惨叫连连。高台之上除了西门飞雪之外，无论是东方地族还是北斗地族，无论是男或者是女，皆已浑身是血，惨叫连连。他们不仅身体被万花破体，尽是血窟窿，哪怕丹田也或多或少都被击伤。只在一瞬间，胜负已分。西门飞雪凭借一己之力，只用一招便击败北斗地族以及东方地族的所有小辈。这西门飞雪竟如此之强，这一刻莫说旁人，就连深受其害的北斗地族以及东方地族也是一脸的吃惊。他们尽管早就知道西门飞雪很强，但却没有想到他已经强到了这种地步。如此实力，似乎妖孽2字已不足以形容。西门地族出现此子，日后4族怕是要以西门为首了。此刻类似这样的言论响彻不断，所有人都觉得西门地族将因西门飞雪而崛起。西门飞雪果然名不虚传，西门族长真是恭喜啊！拜月城主拱手祝贺，就连向来中立的他也在此刻恭维，这更是让人惊叹。因为所有人都清楚，拜月城主之所以会如此，全因西门飞雪。风行，你还要继续挑战吗？恭贺之后，拜月城主对楚风问道。而这一刻，在场的所有人也都将目光投向了楚风。听得此话，楚风则是轻笑一声，随后故作不解地问道：不知城主大人此话是为何意？按理来说你可以继续挑战，但是眼下只剩下你与西门飞雪2人，你确定要继续挑战吗？拜月城主说道。我不明白城主大人这话是什么意？楚风说道。拜月城主先是怪笑一声，这才说道：风行小友，你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城主大人有话不妨直说，何必藏着掖着？楚风说道。
那好，我便实话告诉了你，西门小友的实力，在座的可谓有目共睹。我知道你很强，但是在我看来，你若与西门小友交手，获胜的几率可谓很低。而刀剑无眼，切磋的话，难免会受伤。我是不想你无谓的受伤，所以才想劝你放弃。拜月城主说道：“城主大人，我风行一路过关斩将来到此处，为的就是证明自己。若是怕，我就不会来了。”楚风说道：“风行小友，我们都知道你很强，你的实力我们都已见到。若是你二人同等修为，那定是一场精彩绝伦的比试。但你毕竟只是4品半地，而西门飞雪乃是5品半地，你们二人修为都不同，又拿什么来比？听老夫一句劝，这场比拼进行到这里也该结束了。小友还是别比了。”忽然，人群之中有一位半地巅峰的老者劝道：“这位老者乃是界师盛会内的一位长老，楚风是第一次见到他。而他说这番话，虽然是觉得楚风不如西门飞雪，但实际上却也是好心好意，所以楚风并未说什么，反而回以善意的一笑，以此感谢老者的关心。风行小友，我觉得拜月城主也是为你好，其实这样也不错。西门飞雪第一，你第二，这样不是很好吗？又何必非要让自己受伤，丢人又害己，何必呢？”紧随其后，又有一位拜月云城的高手，也是开口劝解楚风。而这位与先前的老者很是不同，虽然也是相劝，但却并非发自肺腑，语气反而与拜月城主很是相近。他不是在劝楚风，而是看不起楚风。没有比过，你又怎知我就是第二？没有比过，你又怎知我将要受伤？楚风冷声问道。那位没想到楚风会这样说话，一时之间脸色苍白，不知该如何回答。风行小友，你若执意要比，我绝不阻拦，但我还是要最后劝你一句，莫要不自量力。拜月城主再度说道。而拜月城主此话落下之后，拜月云城的许多人也是开始讽刺楚风，大多就是说楚风自不量力，自讨苦吃之类的。他们这样做自然是为他们的城主打气，帮着他们的城主打击楚风。谁让楚风不知好歹，一而再再而三的与他们的城主唱反调？这种情况下，除了拜月云城的人之外，竟也有人开始阴阳怪气的羞辱楚风。而凡是这种人，都是觉得楚风不是西门飞雪对手的人。事实上，尽管此刻羞辱楚风的乃是少数，可觉得楚风不如西门飞雪的却是大多数。几乎在场的人都觉得楚风不如西门飞雪，而他们不说，只是不想得罪楚风罢了。对于这种情况，西门飞雪则是不言不语。虽然他很想亲自教训楚风，但他更是乐意看到让楚风难堪。面对周围四起的风言风语，诸多讽刺，楚风不但不以为然，反而是淡然一笑，而后身形一纵，竟直接来到高台之上，站在了西门飞雪的对面，环顾一周，说道：“不好意思，诸位，怕是要让你们失望了，因为经场比拼，我是非比不可。”